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来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聊一个，我想很多爸爸妈妈每天都在面对的课题哈，就是孩子的专注力。你是不是也觉得每天陪孩子写作业的时间啊，简直就像打仗一样？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今天在这影片我们就要来分享一个有心理学根据，而且非常温柔的方法，让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把那段宁静愉快的学习时光慢慢找回来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地图。我们会先从那个每天都在上演的书桌大战开始聊起，然后从大脑科学的角度来看看为什么我们越催，孩子反而越分心。接着我会跟你分享一个专门为孩子设计的小法宝，把它拆解成3个超简单的步骤。然后最重要的，在最后我会提供一个这个礼拜你马上就可以用的温柔小练习，所以请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哦。好，第一部分我们来看看这个每日的专注力战争。我想这个画面你一定不陌生，对不对？孩子坐在书桌前面一下动来动去，一下玩橡皮擦，写一个字，又开始看着窗外发呆。我们在旁边看着，那个心情真的是跟着坐云霄飞车一样七上八下的。然后我们常常真的是忍不住就脱口而出这句话：这作业明明半个小时就可以写完，你为什么要拖到2个小时啊？这句话里面真的充满了好多的无奈跟疲惫。不过我们今天可以想一想，会不会是我们问错了问题呢？你知道吗？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要一个比如说小学低年级的孩子长时间坐在那边专心写功课，这其实就像是要一个才刚学会走路的宝宝去跑一场马拉松一样。这真的不是他们不想或不愿意，而是他们的大脑那个硬体设备根本就还没有准备好啊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我们越催越念，效果反而越差。这背后其实是有很科学的大脑运作原理的哦。你看在我们的大脑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做前额叶皮质，它就像是我们大脑的执行长，负责专心控制冲动这些很重要的工作。但重点来了，这个执行长要到我们20几岁的时候才会完全发育成熟。所以你想想，孩子的分心其实很多时候它是一个生理上很自然的现象，真的不是他们故意要捣蛋的。你看这张图就非常有趣了，它完全点出了我们跟孩子之间的沟通断层。我们这边心里想的是，宝贝，拜托专心一点，这是一种鼓励，对吧？可是听在孩子的大脑里，他接收到了讯号却是警报，压力来了，然后他就会立刻启动那个生存模式。在这种紧张的状态下，你说他怎么可能静下心来好好思考呢？所以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更聪明、更温柔的方法。当当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秘密武器——儿童版的番茄钟。你可能听过大人用番茄钟来提高工作效率，对吧？但是我们用在孩子身上，目的完全不一样哦。我们的目标不是要他做得更快、更多，而是要帮他降低开始做这件事的心理压力。这一点真的非常非常关键。我们不是单纯把大人用的25分钟缩短而已，我们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工具的目的。对我们大人来说，番茄钟是为了效率，但是对孩子来说，我们用番茄钟是为了帮他建立自信心，还有学习调节自己的情绪。那时间到底要设多久才好呢？来，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参考公式哦，就是孩子的年龄大概加上2到5分钟。所以举个例子，如果你的孩子是6岁，那我们可以从大概8分钟、10分钟开始试试看，设定一个他觉得很友善、很容易达成的目标，这就是成功的开始咯。你看这张图就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个差别。大人的专注时间可能很长，但对孩子来说，我们的目标是找到那个甜蜜点。什么是甜蜜点？就是一个让他觉得好像不难呢，我可以完成哦的长度。每一次小小的成功都会变成他自信心的养分哦。好，那观念我们懂了，具体要怎么做呢？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3个超简单的实作步骤，帮孩子建立一个专注跟休息的好循环。这3个步骤真的很温柔。第一步，我们要设计微目标，比方说，不是跟他说把数学写完，而是我们在这10分钟内先写完这3题就好。你看，这样任务是不是瞬间就从一座大山变成一个小土丘了？再来第2步，给他一张超酷的1分钟分心通行证。
第3步呢，就是把休息的权利还给他。你会发现，这每一步的背后都是满满的同理性跟尊重。我真的要特别讲一下这个1分钟分心通行证，这可以说是儿童版番茄钟的精髓。它的意思就是在刚刚设定的那个专注时间里，如果孩子觉得真的坐不住了，他可以随时站起来去动一动、晃一晃，就1分钟。而且重点是我们完全不会责备他，这给了孩子一种掌控感，让他不会觉得自己像是被绑在椅子上，那种感觉真的差很多。不过这1分钟的休息有一个天条，一个最重要的规则，就是绝对不能碰任何萤幕，不管是手机、平板还是电视都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萤幕会给大脑带来非常强烈的刺激，一旦碰了，要再把大脑拉回到写作业这种比较平静的状态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。所以我们可以鼓励他去伸个懒腰啊，跳一跳啊，喝口水，或是看看窗外，让身体跟大脑都稍微重新开机一下。好了，前面讲了这么多观念，现在我们就要进入实战演练的部分了。这里有一份行动计划，让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就变身成孩子的专注力教练。那这个礼拜我们可以怎么开始呢？第一步，先跟孩子一起把书桌整理干净，让环境很清爽。第2步，让孩子亲手去按下计时器开始的按钮，这个小小的动作很有仪式感哦。第3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，就是我们自己要当一个安静的伙伴。你可以拿一本书在旁边看，而不是一直盯着它。第4步，记得哦，我们要称赞过程，而不是只看结果。你可以说：哇，我看到你刚刚很努力在想诶，这比问写完了没好太多了。最后到了睡前，可以温柔地问问他：你今天用那个计时器感觉怎么样啊？听听他的想法。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比喻，孩子的专注力，它真的不是一个电灯开关，啪一下就能打开，它更像一块肌肉，需要我们用温柔而且持续的方式，陪它慢慢的一点一点的锻炼起来。那在今天分享的最后，也想留一个问题给大家一起思考：如果专注力真的不是一个开关，而是一块我们可以陪孩子一起练的肌肉，那这会怎么改变我们在家里扮演的角色呢？我想，我们就不再是一个催促的监督者，而是一个支持他的教练，一个跟他并肩作战的伙伴。非常谢谢你今天的聆听。如果你也喜欢这样温柔、有科学根据的教养分享，我们很诚挚的邀请你可以订阅 N 亲子书房练习曲这个频道，让我们可以一起用更温柔的方式陪伴孩子长大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